这里是中华故土，它以前的名字叫海兰泡，现在它属于俄罗斯，名字也被改成了布拉戈维申斯克。这里被人们记住，还因为一场人间地狱般的大屠杀，那就是海兰泡惨案。7000多名中国人被沙俄军队在6天内屠杀。海兰泡的系列视频由我的一位朋友拍摄，他是一名军事作家，常年旅居于世界各地。在开始他的介绍之前，我先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海兰泡，也就是现在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他的前世今生。事情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说起。很多人说尼布楚条约并不是不平等条约，我个人是反对的。明明是清军打了胜仗，索额图却把贝加尔湖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富庶地区拱手送给了俄国。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我国拥有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合法权利，库页岛、海兰泡都是属于中华版图的一部分。169年之后，1858年5月28日，沙俄趁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时，用武力迫使清政府订立瑷珲条约。瑷珲条约中，清朝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给沙俄。当时沙俄为了庆祝瑷珲条约，把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俄语是布拉戈维申斯克。自此，海兰泡成为了俄国领土。至于海兰泡惨案，我不想再具体叙述，就像我平时不敢看、不想看南京大屠杀的图像视频一样，这些同胞受难的历史就像是自己的一个巨大旧创，每一次翻开检查都是痛彻心扉、悲愤难抑，是人生中非常黑暗的体验。如今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是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也是远东大型工业、行政和文化的中心。它与我国黑河市仅一江之隔，两市之间的江面宽度最窄处仅750米。从朋友拍摄的视频看，正处季夏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许多人都已经穿上了厚厚的外套，说明气温不高。城市中心的公路不是太好，很多地方都有坑洼。列车上传来俄罗斯青春小妹的清脆笑声，于是我进行了一番听音揣容貌的臆测，根据其笑声频率和音色，给予其颜值打分81.6分。城市的建筑大多不高，人流量其实还不错，并不是我们常规印象中远东荒芜冷清的样子。从人们的穿着看，俄罗斯男人们的审美和衣品明显比俄罗斯女人们要低一个档。这段视频展现了拍摄者的机智。公交车是中国品牌，但这个并不重要。公交站里白衣长发的俄罗斯美女吸引了拍摄者，同时俄罗斯美女也注意到了奇怪的拍摄者。拍摄者原本似乎就要从俄罗斯美女的全世界经过，但是他就是如此生硬地停了下来。接下来他把摄像头对准画着斑马线标志的电线杆，用手机画面的一角对着俄罗斯美女。在俄罗斯美女警觉但美丽的目光中，拍摄者蹦出一脸正气浩然，表现出自己人文拍摄探究城市历史脉络的深刻底蕴，继续向前拍摄那根美丽苗条的电线杆。他暗度陈仓的拍摄动作一气呵成，纹丝不乱，就像后空翻转体3周半接托马斯回旋，非常的成功丝滑。路灯的2个灯球是灰色的，这根树长得有点歪，这棵树长得就匀称多了。这也许是一只有着孤单心事的猫，爱情早已没有了想象。如果连卑微都很昂贵，那一定是寂寞在歌唱。好家伙，在这里还发现了上古品牌佐丹奴，知道这个品牌的人基本都快用保温杯泡枸杞了。在商场里还发现了中国运动品牌匹克和李宁，他们在海外的价格比国内要贵很多，在国内是平民价位，去了国外有点轻奢的感觉。当然
这个怎么定位要看人，比如我这种农村出身的人眼里，星巴克都是轻奢。还有小米的专卖店，从手机到背包再到箱包平衡车，一应俱全，物美价平。就问一句 OK 不 OK， 哈拉少不哈拉少。我的湖北老乡小米的雷总，那首湖北口音的流行金曲 Are You OK 长期在我的车上播放，激励我努力搞钱。据说俄罗斯妹子婚前和婚后的身材相当于林志玲和贾玲，这个画面里的同框是现在，也是现在与未来。接下来还是来看看我这位朋友的介绍吧。大家好，我是大明朋友多佐洛夫。我今天所在城市是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这座城市虽然是远东第3大城市，但是人口也只有20-30万人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背后是列宁雕像，他的手指在指着东方。在俄罗斯，列宁的雕像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我去了俄罗斯一些城市，也只有在这里，还有海参崴能看到。海参崴的列宁雕像的手指也指向着东方，因为海参崴的俄语发音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控制东方之意。那么在我所在的城市，他的手指一样指着东方。这座城市名字叫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你可能比较陌生，但我说它的中文名字你一定知道，那就是海兰泡。这里曾经发生过海兰泡惨案。立秋了，街上卖格瓦斯饮料的摊的老板已经不在了。一般情况是20一小杯，人民币1块5，现在只剩卖早餐的了。有人穿短裤短袖，有人穿长裤外套。立秋的俄罗斯也一样，穿衣很杂，全看个人喜好。这边还有一个卖格瓦斯的，但越来越少了。小的杂货市场。这边属于市中心地带了，随便支个摊便可以下棋。这就是俄罗斯散漫随意的生活。前方有一个市区的肯德基，有些出租的平衡车，大部分都是日本车。路还是不会那么平整，即便是在市中心。这边和日本打过仗，但是没有太多的仇日情节。这样的车放在这里安然无恙，而且很正常。俄罗斯的很多衣服上都会印着日本，像这个印的是奥伊系，好吃。城市之中必有教堂，欧洲的不少教堂附近会有红灯区，但是俄罗斯这里却不是，至少这个教堂附近是没有的。这是一家收费的洗手间，15卢布，人民币1块1左右吧。我们来吃个快餐。以肉丝为主。这一顿快餐只要260卢布，除以13的汇率，人民币是20块钱。健康食品，不会拉肚子，不会是合成肉。
蔬菜也很新鲜。市区内的美女战士，这边人行道是可以斜插过去的。